大家好，我是周弟。今天要来声讨上次这枚湖北光绪7002分的真假。在这之前感谢大家踊跃分享自己的看法。我还记得2个星期前的这部影片，我心血来潮在片尾放上了这枚湖北币，想说跟大家玩个真假辨别游戏。也因为我拍摄重点是放在底板的圆光，也刚好讲到贼光嘛，所以视频底下留言几乎一面倒是假币。我自己后来看了一下，也觉得明显假。后来我马上专门拍影片来补充编词文字的画面，结果底下留言就开始有人看真了哦。我截取的留言截止上周5，我把 YouTube 和 B 站的留言计算一下，总共有78人看假，27个人看真。看假理由大部分的留言都是说字体圆滚滚的，像面包字一样。记得上次压力不足的影片，我特别挑一枚真的开国纪念币，但它的字明显的浅。拿这个币字来看右边这枚明显较浅。以这个角度看的话，反而左边这枚假币要更立体。怎么区分模具本身字体的特色和压力不足的字体差别呢？大家感受一下，左边这个字体像是一个胖子，全身都是肉，都是脂肪，松松垮垮的感觉。右边这枚想象是一个有肌肉的胖子，身材相对较扎实的胖子。虽然字体比较模糊，但是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些小地方是锐利的，有力度的边边角角。左边字骨多半是比较圆弧的下来的，用史莱姆来比喻，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枚湖北应该是受到严重的侵袭，确实有损伤字口的一些细节。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开门的湖北，可惜是宣统，我们拿来比较一下吧。大家有没有感觉这2枚的字体有点相似？右边这枚真币呢，怎么也是圆滚滚的感觉？尤其保字的这一点，圆字的第一笔与最后一笔比较立体圆润，这或许就是湖北银币的特色。我们到 PCGS 官网跟着我的页面点进来，找到湖北光绪7002分。每一个品种PCGS 通常会提供3枚品相比较好的照片，点进去记得点右上角的这个符号，然后就有比较高清的图片。这枚64加的跟刚刚我说的这些部分也有圆润，拉近一点看，湖北的字体却是有面包字的特色，有没有？很细心的网友说这枚湖北的满文都连在一起了。那我们看看这枚64加的满文也是这种情况，对吧？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鉴定公司的官网，就能对比各省银元的特色。我们再来看英文字母，确实真币的英文字也是有很多断笔的情况，这个是模具堵塞的情况。我们2枚一起拉近比较一个部位就好，看看这个2字的腰身，还有上方这里的断笔内有更细小的银肉残留物。C 字上面也有，跟 PCGS 这枚比对一下，里面的残留物位置大小几乎一样因为模具堵塞的时段不同，所以在细节上可以发现哪一枚是优先铸造的。断笔的残留物来看PCGS 2的上方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线，我这枚除了细线外，上下还有一些银肉。这代表在同一个模具下，我这枚比 PCGS 还要早铸造出来哦。好的，所以假币很难连这么小的银肉细节复制的这么清楚，所以我们这枚压力不足应该不成立了。有人留言说序字下方的这个商有铜模商的感觉，也就是来自真币的商复制到假币上的商。我在10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商的锐利度与反光程度，初步判定不像铜模商。我再用60倍的放大镜来看这个商，可以清楚看到这道商接触外力时，导致下方有些银肉被挤上来。看似像真外商，不过感谢网友提出，或许是拍摄的角度与光线导致了误会。还有网友说齿边生硬，每一齿都长得一样。其实人类都长得像人，但其实大家的五官大小都不太一样哦。大家可以看到齿边长相应该是不一样才对，当然会有点像，因为齿边都是逐渐变粗或变细的。不过现在高仿已经能做到这一点了，大家还是要参考所有迹象才能做决定有些网友质疑了这3个黑洞，
这是很好的观察力。不过当我把钱币再俯视一点点看就会看到这一道的伤痕轨迹是受到一个外力敲撞的痕迹，这也说明了钱币真的要上手看用各种角度及光源来看钱币比较准。我们用60倍的放大镜来看看边齿吧，可以看到这些细纹的锐利度。我之前影片所谓边齿眉齿长相一样是指这个样子，奇怪，这枚内齿都盖住了，还看个毛。其实仔细找隐约还是能找到齿边压力弱的迹象。还有一种人像币的假齿边，放60倍来看，还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小颗粒吗？我们如果用刀把树砍断，这样的斜切面难道会长出包来吗？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这种60倍的放大镜下看钱币，看久了连我都会分不清哪个是凹，哪个是凸所以看钱币最适合的放大镜倍数还是用10倍放大镜最适合。其余留言大部分是提到钱币状态不自然，也就是这枚币有着如此强的光，但是钱币底板上怎么没什么挤压纹呢？有网友称这枚币是贼光，感觉原光是在细的伤痕上转动，转动时底板上的挤压纹好像不明显，挤压纹明显是长这个样子的。能解释的是，还是这枚币被严重清洗过。严重清洗过的特色在于币面上转动时会看到一个方向的细刷痕，严重的会有各个方向的刷痕，特别是当一个方向的光源会产生同一个方向的小细刷痕，也算是之前说的清洗痕迹转动钱币一个角度时就有这个不同方向的刷痕。再来要看清洗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底板上的挤压纹，有时会看起来很粗糙的样子，有时会有点像溜冰场的冰面一样，有点像抛光后的感觉。所以严重清洗的钱币会让钱币流通的迹象错乱，有着不合理的流通痕迹。远看原光十足，近看却又有很多小细痕。远看原光十足，近看底板上的挤压纹柱痕却这么不明显。所以我们这次用实例带大家走一遍，就能悟出一些道理。之前我说的假币迹象，却又有可能出现在真币上面。很多网友可能是被我套路了。我在鉴定单元里应该是放上一枚假币，让大家讨论留言才对。第一个想法就会认为我放的这枚币是假的。还有网友很可爱观察我拿钱币的姿势谨不谨慎，来判断钱币的真假。这当然也是观察之一啦，只是占的参考比例不要看得太重就是了。看钱币真假当然要有侦探精神，有些 case 呢还是有可能有法外情，这就是银元真假最难的地方，需要大胆的猜测加上经验的累积。我来总结一下这枚币吧，很多粉丝也是有发现这枚币是真的，但是洗过了。像这位网友说真的，但反光不自然，正确因为洗过，所以原光就会有这样的反光效果。这位说像有洗过，但感觉文字圆圆的，说不准。没错，是洗过，字圆圆的没把握的话，可以多多利用鉴定公司的高清图片当然过手比较多的老手可能一眼就知道是真的，但不是那种大开门的感觉，就是因为严重清洗，所以是属于一枚真币，但是还是有几率让鉴定公司评为假币，可以理解成这样。经过清洗后导致钱币上的一些细节受到改变，严重一点可能是 environment damaged， 底板受到腐蚀，损坏到使银元不能辨认真假了。鉴定公司评个假也是刚好而已，所以当时猜假的朋友们也不要觉得失落。前几天有个粉丝发一个照片给我，我打上马赛克，反正就是整颗币都是绿锈。这种情况下，就算眼力再好隔着这么厚的绿锈，如何看真假？这里有一位网友讲得很好，他认为边齿做得真好，但存疑，一律看假。其实这也是我一路来的做法，你不买它就好了。通常都是因为心里有想博一个利润，才有冒险的想法，就容易吃药了。防止自己中标的做法呢，只要乖乖待在家里勤洗手，乖乖购买鉴定过的钱币，购买价格在行情范围内，不要老是想捡漏。购买前要仔细比对官网照片与实物相不相同，戴好口罩，保持好社交距离。好的，这周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
这里想补充一下这枚币的故事。在2007年，当时还是新手的我就卖出了这枚币，然后厂家隔一天就要求要退货，还顺便教导我一番他也是说字口压力不足，听他这么说当时我也认为是枚假币，我直接就放进我的那袋假币吃药的袋子。我一直当假币整整放了14年了，如今又拿出来看了一下，才发现有可能是枚真币这枚湖北币跟了我14年，我误会它了14年。不过有没有误会呢？评了级说的算了。我将会送它去 NGC 评级，希望能还它一个清白。到时候结果如何，我再向各位报告吧。就这样，拜拜。